丹凤老师，咱们见过，您记得吗？你应该管我叫叔叔。我是张浩莲他爸。对呀，浩莲是你同学是吧？对呀，对呀。昨天我就是那个毕业大戏的时候啊，然后您不是来了吗？我来了啊，我也在啊。你是演哪个来的？我演树。所以我就印象不太深。对对对，李小听听，这个我儿子的同学，管我叫叔叔的，都是哎，那我应该算他师哥吧？师叔。上戏的哦，帅不帅？帅不帅？我们上戏这2年真是人才辈出啊！我不自信，你为什么不自信？我吓死我！作为上戏人，你要自信，你知道吗？可以，我自信，我自大，特别棒，特别棒！上戏出来的人都棒。无负担超好吃，本节目由无负担超好吃的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去胃痛还养胃。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战略合作播出。上 Z 世界 APP pick 你的演技搭子，解锁1元独家惊喜语音。Hello， 老师好。老师好。Hello， 老师好。Hello。我会以一个好演员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表演上要有打动人的地方，表达上要有真诚的地方。Hello， 各位好。嗨。Hello， 老师好。Hello。老师来了。哎呀。Hello， 大家好。嗨，各位早上好。第一次见到大家，这里有一些我的老朋友啊，也有很多是第一次见到的朋友。你们坐下，没关系，坐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曾经是一个经纪人，然后我重要的工作也是帮人做职场规划的，所以我今天的工作呢，主要是来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的简历问题。然后我昨天已经全部看过了，我整体说一下我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各位的简历其实都不合格。当今社会啊，大家都有社交媒体，会有不同的渠道可以阅读到每个人，但是简历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尤其是我们的建组简历。我看到的绝大部分简历呢，要不然像百度百科，就是所有资料跟内容的堆砌，要不然像写真集，全是照片啊，照片全是精修过的，根本看不清你的五官和你的形象。要不然呢，就像一个商务简历，讲了一堆数据跟代言啊，没有你这个人的真实个性跟经历。有一些甚至资料跟内容上都是有一些数据的错误的。我要先拿一些负面案例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先放一下陈志鹏老师的简历好不好？哎呦，好，这是我们简历第1页。简历第1页通常是你的形象照，因为陈志鹏老师是唱跳歌手出身，所以我觉得他选了一张舞台照，这张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来到下1页。我为什么把陈老师的简历拿出来呢？因为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您的第1项资料页就写错了。好的。我们打开一下傅首尔的简历吧。这是首尔的首席资料页，第1身份是我们的奇葩说的选手和冠军，然后这是他的社交媒体的基本数据，再来到了他的表演页，然后有一些具体的角色，接下来是他参加海量综艺作品的内容堆砌。我想说的是啊，上来的这些信息量，我觉得应该全部后置。就是这些社交媒体的数据，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做综艺资料，也不是在做广告资料，我们是在做演员资料。它最重要的就是你对角色的塑造形象。
但其实有看到他们很多人给一些这样的一些数据，是不是也是好事？因为他们本身是在市场上具有流量。简历是干嘛？其实就是销售自己嘛。你要让别人第一时间有用你的理由，要不然是你的形象跟我的角色非常匹配，你可能是个新人，我愿意给你机会；要不然你有过一些数据和一些市场对你的认同，那我会更有信心去用你。其实就是找到不同的视角去销售自己。但是你要知道你卖给谁。你卖给广告客户和你卖给影视剧组的制片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切入点。就比如说像我们公司给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工作是有完全不同的简历的。你商业用的简历会有大量的它的相关数据、待播作品和它接下来有可能发生的话题跟热度，但是剧组简历更多的会是他曾经的一些角色、业内人士对他的评价和他这整体形象的可能性。比如说，在这个剧照的选择上，这些人物照大部分你选的都是侧颜的，其实是看不见你的形体，也看不见你的五官的。所以这份资料呢，整体上特别像一个非常公事公办的大众简历，而不是一个可以针对剧组或者帮你获得更多机会跟可能性的专门的建筑简历。一小这个简历，我觉得这种强调五官和形象的剧照，我觉得在影视简历里是比较有优势的，就能看到你塑造过的角色。而且我也建议大家选这种眼神力比较细的，能看到你不同的形象姿态和你的造型的，这个是比较有价值的。李小这个排序的顺序我是比较喜欢的。在最前面把你获得的奖项和你的代表作放出来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的简历是按年份写的。洪瑶啊，你的简历就是我说的没有强调代表作，第一页可能把你最有代表作和大家印象最深的东西放在最前面，唤醒大家对你是谁的一个直接记忆会比较好一点。好的。钟丽丽啊，你的这些角色其实有些女一、女二的角色，可以把相关的播出数据说一下。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张丹峰的啊。这段文字介绍我确实不太喜欢啊，特别像粉丝尬吹的那种表述。我们简历上尽量讲事实，而不要讲形容。你这个是属于形容词的堆砌，对，就会让人产生情绪。有的人可能喜欢你的会觉得特别好，如果不喜欢你的可能就会更不喜欢你。这个经得起浮华后的风平浪静，这种话真的有点不要脸那种感觉。我都有点害羞。太多了，朋友们，简化一下自己的简历，最好弄到10张之内，真的太多了，这没有人会一张一张这样子看下去的。雨欣的简历是我看到的比较简单的简历啊。我比较喜欢这样简单的简历，信息量比较充分的。但雨欣，我觉得你选的这张图片不够好。作为你的头图修饰度过强，其实看不见你本身的真正的形象。然后这2张图能说明啥？泯然众人。你在所有的新媒体上能看到无数女孩是这样的造型跟这样的图，它不是你。我们的每一张图都应该有信息量。林不晨，你觉得你自己形象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什么扮相都能扮。什么扮相都能扮，我觉得它不叫个优势啊，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什么扮相都去扮。确实让我看到了很多丰富的造型跟形象，但我觉得都不统一。都不什么？就是不是一张脸。百变永远不是一个竞争力，它一定是个减分项。百变的前提是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已经记住你了，你再去百变，大家会觉得你塑造力强。在没有记住你之前，所谓的百变其实就是没有印象。所以你选简历图片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是这张脸很美，但是记不住。可是老师，我就是不同的造型就会看起来不太一样，那我怎么办呢？因为是这样子的，很多人不同的脸都可以实现不同的造型，但是所有人对一个人只会有一个印象。我们在做营销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做第一反应品牌，
你要先找到你最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且对应市场的那个形象，把它打透。如果你在简历里能够让人看见这一点，至少这一类角色或者这一类形象，大家会第一时间想到你。当一个人永远可以被选择，什么机会都被选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可以被替代。我觉得你的这些可塑性可能会让你适配度比较高，但同时让你拿不到真正的好机会，因为真正的好机会只属于那个只属于他的人。好，你请坐。汉尼克兹，他的这个简历是分了几趴的，这一趴是影视，所以他专门讲过他播出的影视作品的相关数据跟他的角色，我觉得这个结构是比较好的。我整个看完哈尼克兹的简历，我的感受就是他在古装戏里已经有所建树，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放了这一部分的带播，带播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的导演是安建，这是一个知名导演，就是已经有市场上看好你的人在用你了，那也会增加大家使用你的信心。最后他再放了综艺这个部分，这份简历我觉得是比较规整的一个给剧组的简历。我觉得哈尼克兹的 PPT 做得很好，就是它里面有数据啊，然后造型啊，然后每一部戏啊，我的一个下一次做简历的一个模板。然后我觉得那个做的不错的简历是许绍洋的简历啊。好，你觉得不错，真的假的？虽然我觉得你的简历的照片选的呢也比较像健身教练，但你的简历我觉得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形象、职业、代表作，第一页清晰的表述了我演过什么，音乐代表作和我的戏剧代表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格式结构是非常清楚的。在这里我要说一下3份跨行的简历，这个何九华、丁真跟于雨涵。何九华，你是相声演员对吧？对。